冰冰来福利院挑选哥哥，所有男孩都凑上去，祈祷自己能被选中，只有我藏在衣柜里睡着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就此摆脱上辈子成为白家养子，最后又成为白宁冰丈夫的命运，自由快乐的重新活一次。可睡醒后却看见白宁冰站在柜门前，她笑着问我：“哥哥跟我回家好不好？”看见白宁冰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以为自己还身处刚才的噩梦中，直到院长板着脸叫我：“宋培，你怎么躲在这睡着了？”我才清醒过来，意识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梦见。我愣在原地，院长伸手把我从衣柜里拉出来，他帮我整理好衣领，将我推到白家夫妇面前：“你睡着了，白小姐还让我们别叫醒你，大家都等你半天了。”被点名的白宁冰正站在白家夫妇身前，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看向我。此刻的他与记忆里那个总是对我很冷漠的白宁冰有些出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宋培你好。”不知道为什么，宋培两个字从他嘴里叫出来，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我皱了皱眉，错开了与他相撞的视线，心里却在疑惑，他们明明可以选其他人，为什么却非要等我？等我做什么？院长弯腰跟我解释，他们要领养你，小培也要有家了，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不苟言笑的院长，此刻难得对我露出微笑，我想他大概是在为我高兴。福利院的孩子能被领养都是幸运的，但院长不知道我重生吗？我早就知道白宁冰会在今天来福利院挑选哥哥，所以才会故意躲进衣柜里。小培，跟我们回家好不好？白阿姨拉着我的手温柔道：“阿冰一直想要个哥哥，你以后当他哥哥。”这一幕与前世一模一样，前世种种像幻灯片一样在脑子里掠过。我立即抽回手，抬头看向院长：“院长，我不想被他们领养。”话一出，所有人都很惊讶，反应最强烈的是白宁冰，他拧眉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当你哥哥。”明明被我拒绝了，白宁冰脸上却不见丝毫怒色，语气反而更加温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包容。“那不当我哥哥，只是跟我回白家一起生活行吗？”院长偷偷扯了扯我的袖子，却依然没能阻止我再次拒绝白宁冰。不行，我以为白宁冰会就此死。可当院长问白家夫妇要不要重新选一个男孩时，白宁冰却突然大声道：“妈妈，我就要他。”他说只有他跟哥哥长得最像，上辈子白宁冰在众多女孩中选中了，也是因为我长得跟他哥哥有几分相似。那时候知道自己被选中了，只觉得老天爷对我真是偏爱。我被带回白家，改名为白培，并且在偌大的别墅里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即使那个房间并不真正属于我，我也是满足的。白夫人说福利院的孩子难免小家子气，说话做事上不得台面，于是我就改掉旧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白夫人对我要求严格，我每天必须练琴超过12个小时，即使老师明确说我没有学习钢琴的天赋，白夫人也依然每天陪我练琴。可有些东西强求不来，对不起妈妈，我还是弹不好。每次我道歉，白夫人都会更加宠溺地看着我，安慰我：“没关系的，只要小培努力，以后一定能弹好。”后来我才知道，弹钢琴是白夫人死去儿子的爱好。白夫人如此对我，不过是在我身上寻找另一个人的影子。可我不在乎这些缺水的鱼儿，不会在意自己得到的水是否干净，它只要能活下去就好了。水之于鱼，爱之于我，有就行了。我更努力地学习钢琴，更努力地讨白夫人欢心。我们越来越像一对真正的母子，直到在白宁冰的订婚宴上，他被人下了药，而我刚好闯进了他的房间。白先生看见我和白宁冰后，便气得晕死。白夫人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当初我就不该带你来白家。”白宁冰沉默看着我，眼里是我看不懂的情绪，但我想他大概也是在后悔当初选我做他的哥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给妹妹下药，我努力为自己解释，可没有人相信，以至于后来白宁冰无数次背叛我，背叛我们的婚姻时，他都会说当初你不惜下药，也要逼我嫁给你，现在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白宁冰恨了，所以婚后他总是喜欢在公众场合打我的脸，让我难堪。圈子里不少人都在打赌我和他的婚姻能持续多久，最多1年，等孩子生下来，白宁冰就会踹了他。可惜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我和白宁冰纠缠了19年，甚至直到我死后，墓碑上都还铭刻着白云冰之夫几个字。宋培，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被白家领养？白宁冰跟他父母离开后，院长将我叫去了办公室，我沉默良久，才随口找了个理由：我不想离开您和大家。院长叹了口气，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希望我以后能过得好，可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也不想再跟白云冰扯上任何关系。然而晚上的一场大火打破了我的所有静，是你放的火。在医院里，我冷眼望着白宁冰质问道：“不是。”白宁冰急忙解释：“消防队已经查清楚，是电线老化导致的气候。”说完，他自嘲般笑了笑：“哥哥，你把我想得太坏了。”我冷着脸推开他：“谁是你哥哥？”说来也奇怪，这辈子我跟他不过才见过2、3面，但白宁冰对我的态度却有种说不出的手软。白宁冰无视我的冷漠，他说：“我只是想帮你，只要你答应跟我回家，我会帮院长付清所有治疗费用。”昨晚福利院起火，院长是为了救我们才会重度烧伤。我冷哼一声，嘲讽道：“成人之危，你算好人吗？”白宁冰没有为自己解释什么，只说：“宋培，你不愿意做我妹妹也没关系，你可以只是寄养在白家。”他循循善诱，一再妥协，但我却更加好奇，你为什么非要我跟你回白家？白宁冰说：“因为我妈这段时间很想念哥哥，而你跟我哥哥长得很像，我想带你回家陪陪他。”我对他这话半信半疑，毕竟白宁冰对我实在太过反常。我问他：“仅此而已吗？”白宁冰迟疑了一瞬才点头：“仅此而已。”我虽然不想跟白宁冰扯上关系，可院长还在病床上躺着呢。回白家的路上，白寻一直在跟我说话，但我始终沉默。他大概是知道自己惹人嫌，所以才会放轻语气，为自己找活。白家能给你提供更好的条件，
不管怎么样，都比在福利院好。宋培，你别怪我，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上辈子的白宁冰也说过，白宁冰恨了我大半辈子，直到我快死了，他对我的态度才缓和了下来。但那时我已经药石无医，每日只有小猫陪着我。白宁冰心血来潮，突然回别墅看我，为此让人扔掉了我养了半年的猫。我问他为什么，他当时逆着我也说，我都是为你好。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说为我好，其实并不是真的想为我好。这句话只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和控制玉石的借口，也或许是他折磨我的另一种手段。毕竟他一贯如此，我喜欢什么他就毁掉什么。车刚到白家，就看见白夫人已经站在别墅门口。白宁冰提前告诉过他会带我，所以他早早让人收拾好了2楼的房间。宋培，这是你以后的房间。白夫人轻易地拉着我的手，喜欢吗？我垂眸看着被白夫人握住的手，这么片刻，随后抽出我已经不再是上辈子那个渴望母爱的白夫人。白夫人，这是您亲生女儿的房间吧？房间里有很多她以前的东西，您都保存得很好，看得出您很珍惜这些东西。如果我住这间屋子，万一不小心弄坏了这些东西，您肯定会难过。我看楼下有客房，我就住客房吧。白夫人看着我，还想说什么，可是却被白宁冰打断。妈，宋北想住楼下，您让阿姨帮忙收拾一下。我看向为我说话的白宁冰，他大概不知道我不愿意住2楼，更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卧室就在隔壁。前世在白宁冰订婚之前，我和他也算相处和谐，甚至在青春期时，白夫人问我小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看向刚跑步回来的白宁冰，笑道喜欢像妹妹那样的。这句无心的玩笑话，在多年后却成了我给自己妹妹下药的证词。每次我为自己解释我没有给你下药，白宁冰都会掐着我的脖子反驳我，你16岁就说喜欢我，喜欢我那么多年，最后甚至用下药这种手段逼我嫁给你，怎么现在却不敢承认了？大概是因为又回到了这栋别墅。晚上我梦到了上辈子的事情，在我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医生说你这样整天一个人待着也不是办法，打电话让家人朋友多来陪陪你吧。我没有家人，至于朋友，以前我最好的兄弟是白宁冰的订婚对象叫周清玉，在我和白宁冰结婚的第5年，周清玉才回国，白宁冰亲自去机场接他，又为了他攒了个接风洗尘的局。有人故意录了聚会上的视频发给我，两人坐在角落里忘情拥吻，一段只有几秒的视频，我反复看了一整晚。也是在那天晚上，我无意中得知白迎冰偷偷打掉了我和他的第2个孩子，所以那天晚上我跟他提出了离婚。他问我理由呢，我将那段视频给他看。白宁冰，我知道你当初嫁给我是迫不得已，但现在周清玉已经回来了，看样子他也已经原谅你了，所以我们离婚以后各自安好。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跟白宁冰多次提出离婚，但都被他拒绝。我以为周清玉回来了，这次他会答应，但白宁冰还是撕碎了我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并删掉了我手机上的视频。宋培，我突然惊醒，一巴掌扇在白宁冰脸上。少女模样的白宁冰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委屈的神色。我在门外听见你在哭，所以才进来看看。说完，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边才又回头说，快起床吃早饭吧，一会儿上学要迟到了。跟上辈子一样，白家把我转到了白云冰的学校，看见我跟在他身后，走进教室，有人问他，白宁冰，他是谁啊？白宁冰跟他们介绍过，他叫宋培，目前寄养在我家。恍惚想到上辈子在下药那件事发生前，白宁冰跟人介绍我时，永远都是说我哥哥白培。我望着离我一步之遥的白宁冰，忽然发现他似乎与我记忆里的白宁冰不太一样，既不像前世少女时的白宁冰，也不像后来那个总是在报复折磨我的白宁冰。我心脏猛跳了一下，突然想到什么白宁冰。阿冰在我叫住白宁冰，准备将疑惑问出口时，有人与我同时开口叫他。白宁冰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向我身后，我也跟着回头。站在教室门口叫他的人是周青木。阿冰，赵学等我，我有话要跟你说。说完，周清玉才注意到站在白宁冰身边的人，他看我的眼神并不友善，较量似的将我上下打了一。你就是寄养在白家的那个男孩，毕竟是上辈子最好的兄弟。几乎在周清玉看向我时，我便感受到了他对我很明显的，这跟前世完全不同。前世周清玉知道我是白宁冰的哥哥后，亲昵地搂着我的肩，叫我阿培，将我带进他的社交圈子。而现在他对我的态度，倒跟前世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很像。那次见面，我们闹得很不愉快。我问他，监控显示那天进过白宁冰房间的人只有你和我没有给他下药，所以是你，对吗？那时候我想不通，他那么喜欢白宁冰，为什么还要毁了他们的订婚宴？他叫宋培。白宁冰替我回答道。周清玉看着我应付似的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之后我坐在位置上，却察觉到周清玉频频回头看我，即使心里觉得奇怪，我也不得不无视他，收回目光，逼迫自己认真听课。上辈子我学习并不好，可白夫人却不介意我成绩差，似乎我考得越差，白夫人反而就越开心。她总说宋培跟小兵的亲哥哥越来越像了，他也是个不爱读书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天下哪有妈妈希望自己儿子只是个废物？说到底，他只是从未真正将我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我至于他，大概就仅仅是个聊以慰藉的玩具。这辈子我不愿再像上辈子一样，前半生给人家的儿子当替身，后半生做个一无是处，只能吃软饭的男人，郁郁而终。所以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但学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意识到自己确实看不懂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后，我有些挫败的起身。原本在跟人说话的白明明察觉到我的动静，他转头问我去哪，我没耐心的回了句厕所。记忆里高中的男厕所，课间永远都挤满了，但今天却意外的没看见你。直到推开厕所的门，我才觉察到不对劲，里面几个男生几乎同时回头，朝门边的我看过来。
离我最近的人是周青玉，他丢掉手里的烟头，看了眼被他们压在地上浑身脏水的男生，才走向我笑道：“跟他开玩笑呢，闹着玩的，你不会告诉白云冰吧？”我看着地上的烟头，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不了解周青云，不然我怎么不知道他读书的时候就会抽烟，还会欺负霸凌同班同学？想了想，我说：“我跟白宁冰也没那么熟是吗？”周青玉虽然这样问，但表情明显缓和了很多。你不是寄住在他家吗？我迎着他的目光，寄住在他家而已，但并不熟。周青玉点了点头，那就好。说完，他很快就带着人离开。人都走了，我才看了一眼地上的男生，很快又收回目光，走进隔间。再出来时，那个男生背对着我，站在拖把池旁边。他上身什么都没穿，原本身上的衬衫被他放在水龙头下冲洗。许是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他快速拧干衬衫，直接穿在身上，又低着头迅速往外跑。在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突然伸手拉住他。男生抬头疑惑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无声对视。良久，我才想起来他叫许浩。我脱下外套丢给他，衬衫湿的，穿我的吧。许浩重新低下头拒绝道：“不用了，穿湿衬衫会感冒。”我的这句话让许浩耳根迅速红透，他有些难堪地将头埋得更低，犹豫好一会才接过我的外套。看见许浩走进隔间换衣服，我心里偷偷松了口气。其实我并不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上辈子我转学过来没几天，许浩就跳楼自杀了。学校给出的解释是家庭因素加上学习压力太大，但现在看来，也许他自杀的原因并没有那么简单，到底是一条年轻的生命。谢谢换完衣服的许浩给我道谢。不用谢三个字都到我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想了想，我问许浩：“你成绩应该很好吧？”我记得许浩跳楼前是年级第一。他愣了下，点头还行。许浩，我看了眼他身上的外套，我借你外套，你帮我补课吧。我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又继续到小测验之后要重新换位置，到时候我们坐同桌，方便你给我补课。许浩犹豫好久才答应我。放学后，白宁冰固执的要我跟他一起坐车回去，结果我刚上车，周青玉就叫住他：“阿冰，我们聊聊行吗？”我对他们俩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也不想偷听，但偏偏这边很安静。周青玉情绪激动，声音又很大，两人的交谈顺着风吹进我耳朵里。周青玉问白宁冰：“你是因为宋培才跟我提出分手的吗？”阿冰，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宋培一出现你就跟我提分手，除了他，我想不到其他原因。白宁冰语气有些无奈，跟任何人都没关系。阿玉，我只是突然发现自己对你并不是男女之情，我一直将你当作哥哥。一瞬间，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周青玉总是对我特别关注，连上课都频频回头看我。晚饭时，白夫人突然说：“宋培，我今天帮你找了个钢琴老师，从明天开始。”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白灵冰打断：“妈，宋培不喜欢钢琴，您别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他。”白夫人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却也没再多说什么。我抬头看向白宁冰，更加肯定了心里的猜想。这辈子我从未跟白宁冰说过自己不喜欢钢琴，知道我不喜欢钢琴的人只有前世的白宁冰。那时候我因为猫被他丢掉，病情急剧恶化，与我两看生厌的白宁冰居然破天荒地放下工具，搬回别墅照顾我。恰逢我和他19周年结婚纪念日，白宁冰送了我一架空运到国内的市场。即使我说我不喜欢钢琴，以前学钢琴只是因为妈妈喜欢白宁冰，也只是在当天晚上又补送了我一只腕表。他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我细致又耐心。你怎么知道宋培不喜欢钢琴？白夫人不死心，又问我：“宋培，你想学钢琴吗？”我及时收拢思绪，笑着拒绝他：“白阿姨，我还得学习呢，确实没时间学习钢琴。”晚饭后我准备回房间休息，白宁冰叫住我：“宋培，明天小测验之后会按成绩排名选位置，你想坐哪里？”见我不说话，白宁冰又继续道：“靠窗第5排可以吗？这个位置是我上辈子读书时一直坐的位置。”白宁冰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期待我给予他反馈。我深深看他一眼，随口道：“随便。”我的一句敷衍却让白宁冰表现得异常兴奋。直到第二天，他亲眼看着我掠过他，坐到了许浩身边。宋培，白宁冰当众叫我。他扯了扯嘴角问我：“你是不是走错了？”没错。白宁冰尴尬地站在原地，许久后他才默默坐下。你不是第一个选位置的吗？怎么选了这？我忍不住吐槽许浩。许浩选的位置很烂，在最中间的第1排。我近视坐太远，看不见黑板。他平时不戴眼镜，见我将信将疑。许浩大大方方解释道：“我没多余的钱，所以就没配眼镜。”我努努嘴，还以为你是怕别人坐你旁边，所以才故意选这个超烂位置给我留着呢。许浩从试卷中抬起头，十分坦诚地告诉我：“你想多了，不管我有没有想过。”中午放学后，我还是拉着许浩去了学校外面的眼镜店，并且强制性的给他配了副眼镜，美其名曰你看不见黑板，成绩倒退了，谁给我补课呀？这副眼镜就当我给你的补课费吧，反正用的是白宁冰的钱，他欠我那么多，花他点钱怎么了？本来我只是想给许浩配副眼镜，没想到却把他弄哭了。被周青玉他们欺负的时候，许浩都没掉一滴眼泪，我把眼镜给他戴上时，他却泣不成声。许浩一直哽咽着说：“宋培，我以后有钱了，一定会还你的。”好不容易将他哄好，回教室时又被白宁冰拦在了楼梯间。他质问我为什么没有选我们说好的位置。谁跟你说好的？我不耐烦地反问他。白宁冰，我有承诺过你什么吗？白宁冰瞬间哑火，他看了我良久才又开口：“宋培怎么什么都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也有笑着回来了？是不是什么？”可惜白宁冰没有回答我，但他将我拦在楼梯间的事情却传到了周青玉和。下课后，周青玉亲自过来警告我离白宁冰远点。许浩出于关心也劝我：“宋培，你还是离白宁冰远点吧，
尽量别跟他接触。为了说服我，他还主动跟我提起之前他被周青玉霸凌的原因。白宁冰只是问过我一次，周青玉就说我想勾引他。宋培，周青玉不好惹的，我怕他找你麻烦，我巴不得离白宁冰远点，但他就像个缠人鬼，总会时时刻刻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默默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习题，伸手拍了拍一脸担忧的许浩，宽慰道：“别担心。”然而许浩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我们聊聊。周青玉在走廊上拦住我，我本想拒绝，可看见他眼中对我毫不掩饰的恨意，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好啊，这辈子周青玉对我的态度差别太大，有时候我也会怀疑他是不是跟我和白云冰一样也重生了。你想聊什么？我朝他走近2步问他。周青玉没说话，等楼梯间的说话声越来越大，他才偏头瞥向我，语气轻蔑道：“不聊什么，如果不是寄养在白家，你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话音刚落，他便直直朝后倒下去。上楼的白宁冰刚好看见他摔倒的这一宋培，你为什么推我？周青玉哭着质问我，他一句话让周围不明情况的同学纷纷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白宁冰拧着眉没说话，他仰头看了眼站在走廊上的我，然后又让几个男生送周青玉去医院。周青玉离开时还在跟白云冰哭诉：“阿冰，我腿好痛，我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打篮球？”白宁冰安慰了几句，目送他离开。等人都散去后，白宁冰才走到我面前，他低眉抿着眼开口，便是去跟阿玉道歉。我凭什么要道歉？他自己摔下去的。白宁冰深深叹了口气，阿玉从小就很喜欢打游戏，梦想是以后能进国家队。你的意思是他用自己的土、自己的前途来陷害你？宋培，我知道你恨阿姨，但那都是他突然反应过来。什么？没再说下去。我嗤笑一声，故意问他都是什么。白宁冰，我刚转学过来，跟周青玉也并没有什么冲突，你倒是说说我为什么会恨他。白宁冰沉默看着我，他越是极力掩饰自己重生的事实，我就偏要拆穿他。因为你知道我跟你一样重生了，对吗？你知道上辈子周青玉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你觉得我恨他，所以才会报复他，推他下楼是吗？我以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至少会坦诚一些。但白宁冰嘴唇如捏半天，最后却还是在否认。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但做错了事情就该道歉。可我去向阿玉道歉好吗？我直接气笑了。白宁冰，你还是这样，即使重新活了一辈子，你也还是个只会自欺欺人的胆小鬼，不敢面对自己上辈子犯下的错误，所以也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重生了。我的这番话让白宁冰瞳孔冷战，但很快他转开头，不再与我对视。我去看看阿玉怎么样了。说完，他迅速转身，不知道是真的在担心周青玉，还是想尽快逃离我。但我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我几步追上去，你不是觉得是我推他的吗？那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顺便让他再好好想想，到底是不是我推的他。我和白宁冰到医院的时候，周青玉腿上已经打完石膏，他躺在病床上，一见白宁冰就开始哭。阿冰医生说我的腿伤得很严重，我好害怕看见跟在白宁冰身后进门的我。他又转头质问我，宋培，你为什么要推我？你明知道我喜欢打篮球，我的腿不能受伤。我安静听他说完，然后才笑着问他，周青玉，你确定是我推你下楼的吗？当时就只有我们2个人。不是，你还能是谁？他情绪激动，演得十分逼真。我从小就喜欢打篮球，你知道我有多爱惜这双腿吗？你毁了我，我爸妈不会放过你的。宋培，你等着被学校开除吧。白宁冰安抚性地拍了拍周青玉的背，转头再次命令我。宋培道歉，我没理他，只是看着周青玉继续道，你是觉得楼梯间没有监控，所以就能污蔑我了，对吗？周青玉，我建议你再找个人，好好去帮你找，那附近有没有你没看见的监控？周青玉脸色僵了一瞬，我将他这细微表情看在眼里。周青玉并没有重生，因为重生的周青玉不可能不知道对面教学楼的监控是能拍到那附近的。我有些失望，准备离开白宁冰，本来是打算跟我一起走的，但被周青玉叫住。阿冰，我腿好痛，你陪陪我好不好？白宁冰看了眼周青玉，又叫住我。宋培，你在外面等我一下，鬼才会等他。我头也不回的医院外面走。宋培刚回学校就被身后的许浩叫住，他气喘吁吁的将一盘交到我手中。这是什么？许浩大喘了好几口气才说，我听同学说了你跟周青玉的事情，楼道没有监控能证明你的清白，我找了好久才在对面教学楼找到监控，刚好拍到了。你们当时发生了什么？周青玉他爸是学校股东之一，我怕他们删监控，就赶忙去监控室偷偷拷贝了一份。瞬间一股暖流在心里涌动，我揽着许浩的肩跟他肉麻。许浩，你对我真好。许浩抬了下鼻梁上的眼睛，即使他极力掩饰，我还是注意到他耳尖已经红透。他有些不自然地压抑着嘴角，故作冷淡道，快回教室吧，马上期中考试了，你得抓紧学习才行。只是可惜许浩费劲帮我拷贝的监控并没有录上。晚上周青玉猫着身体在走廊找监控，被临时回学校拿东西的我和白宁冰抓了个正着，故等我开口，白宁冰便已经走上去问他，你大晚上一个人来学校做什么？周青玉支支吾吾，半天都没能想出一个合适的借口。我见不得人尴尬，于是好心替他说了，他当然是不放心，所以回来找监控的呀。我又贴心的帮他指了对面的教学楼，你要找的监控在对面呢，刚好能拍到这里。不过你现在去删监控可能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拷贝了。周青玉，我再问你一遍，是我推你的吗？周青玉气愤不已，他看向白宁冰，却发现白宁冰此刻正盯着他打了石膏的腿，打了石膏还能自己一个人跑来学校。周青玉快急死了，他语无伦次的解释，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阿冰，对不起，当时我太害怕了，所以才以为是宋培推的我，其实我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白宁冰冷着脸甩开他，径直离开。第二天，周青玉又在我的威胁下
当着全班的面承认了他是自己摔下去的。高2下学期，我跟许浩一起办理了住校。他是因为姑姑工作原因要离开本地，不放心他一个人住。我是因为受够了白宁斌虚假的殷勤，这辈子我跟白家夫妇感情并不深厚，他们也只是过问了几句就答应了。只有白宁斌极力反对，他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住校，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不耐烦地敷衍他。住校方便也能更好的学习。白宁斌没再说什么，身后也安静了许久。在我以为白宁斌已经离开时，却听见他突然说：“你是想要远离我对吗？”宋培，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可是你不肯原谅我，你还是在恨我。我转身看向白宁斌，好整以暇的故意问他：“我为什么要恨你？”白宁斌，你好奇怪，之前说我恨周清玉，现在又说我恨你。白宁斌看了我许久，他缓缓闭上眼睛又睁开，扯扯嘴角，你果然还是恨我。宋培，你忘掉上辈子的事情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不行吗？我睨着他讥讽道。不装了。白宁斌却像是看不见我明晃晃的厌恶，他继续自说自话。宋培，既然老天给了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那我们就忘掉上辈子的事情，重新开始好吗？白宁斌这个人真是烂到了极点。我压制着心里的怒，逆着他。白宁斌，上辈子受伤害的人不是你，失去一切的人也不是你，所以你可以轻易说出忘掉那些伤害，重新开始。但我凭什么要忘你？又凭什么要跟你重新开始？施加伤害的人可以轻飘飘说出对不起，简单的3个字，就企图抹掉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伤害，获得原谅。他想的真美。白寻却依然不死心。宋培，你上辈子失去的东西，我都在这辈子给你补齐，行吗？上辈子我订婚之前你说过，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要你肯放下，这辈子你可以像那时候一样，跟周清玉成为好兄弟，而我们不再是兄妹，爸妈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爸妈会把你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们可以幸福的过完一生。宋培，你还是可以做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重新开始行吗？我冷着脸拒绝他，不行，这辈子我不可能和周清玉成为兄弟，更不可能跟你结婚。白宁斌，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自欺欺人？我没有自欺欺人。白宁斌固执地反驳我。宋培，没什么不可能的。他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白宁斌是个偏执不可理喻的疯子，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很快，周清玉也开始住校，并且还分到了我和许浩的宿舍。他几次三番主动向我们示好，但都被我和许浩无视。直到期末考的前一天，我和许浩在宿舍复习，周清玉突然冲进来，一边砸东西一边朝我们大吼：“你们到底为什么讨厌我？我已经跟你们道歉了，也一直在讨好你们，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明明今天是我生日，而我却要在这个破宿舍受你们的白眼。我求我妈接我回家，可是白宁斌不许她来接我，他逼着我跟你做兄弟，我根本不想跟你们做兄弟，我恨死你们了。我从懂事起，我爸就要我讨好白宁斌，让他喜欢我，这样以后他才能嫁给我。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做好这些事情，可凭什么宋培你一出现，就让我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我和许浩面面相觑，看着周清玉坐在地上崩溃大哭。许浩拉着我从宿舍离开，他问我：“你会不会觉得我对周清玉太冷漠了？”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欺负过你，你怎样对他都是你的权利，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原谅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在我看来，许浩已经够善良了，至少他在离开宿舍时还给哭泣的周清玉扔了一包纸巾。那天之后，周清玉却变得更加奇怪了，他开始不择手段地缠着我和许浩，他找老师申请换位置，坐到了我后面。周清玉给大家制造了一种我们是好兄弟的假象，他说我想好了，以后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好好学习，最好以后还能跟你们上同一所大学，所以他经常会让我教他做题。宋培，你就教教我吧。周清玉的这个语气让我恍惚想到上辈子的事情，那时候我跟他是最好的兄弟，周清玉每次求我帮忙时也是这样的语气。许浩偷偷问过周清玉是不是真的变好了，也许吧。我看着不远处正朝我们走过来的周清玉，轻声对许浩说，但我还是觉得人不可能突然就性情大变，没有人会突然变化，也没有人会突然变好，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就像白宁斌说的，他真的在努力弥补上辈子欠我，也在把我从前失去的东西一点点找回来。我跟周清玉的关系在他单方面的努力下确实稍微缓和了些，白家夫妇对我也越来越好。高考完，他们甚至特意将我接回白家，还说要给我举办18岁生日聚会。这件事被来白家找我的周清玉知道，他主动请缨，宋培的生日聚会我也要出一份力。白宁斌笑着点头答应，好啊，你是宋培最好的兄弟，你愿意帮忙，宋培肯定很高兴。说完，白宁斌又意味深长地看向我，宋培，现在你跟阿玉的关系真是越来越好了，果然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也只是笑了笑，没有反驳。生日那天，白宁斌送了我一块300多万的腕表，我没有拒绝，欣然收下，毕竟我和白家的寄养关系只会持续到18岁之后，离开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他愿意给我没理由不接受。白家在北城的面子大，即使是给我举办生日会，也来了不少名流人士，还有一些班里的同学，是周清玉邀请过来的，我只邀请了许浩。这场生日聚会太过隆重盛大，让我和许浩都有些格格不入，我们一起躲到了后院。暑假你有什么打算？许浩喝着汽水，轻声回应，我打算去打暑假工，至少得把大一的生活费赚到。我妈撒着腕上的手表，让他带着我一起。话还没说完，就突然听见别墅内传来一声尖叫。等我和许浩赶到2楼时，白宁斌和周清玉已经穿好衣服，但两人身上暧昧的痕迹，以及卧室里乱糟糟的床铺，让人很容易猜到他们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白叔叔当着众多宾客的面，一巴掌扇在白云斌脸上，做出这种事情，
你还要不要脸？周青玉挡在白宁冰面前，哭着替白宁冰求情：“叔叔，你别怪阿冰。”一时之间，白家乱成一团。白宁冰看见我站在人群后面，他试图过来跟我解释什么，却被周青玉的父母拦住：“阿冰，你不能走，你和阿玉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大家必须坐下来，好好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场聚会最终提前散场。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周家的人才从白家离开。大抵是两家已经商量好了解决方案。他们离开时脸上都挂着笑，说话也客客气气的。我回房间睡觉，路过书房，正好听见白叔叔对白阿姨说：“过2天就让他们订婚，你提前准备一下订婚宴。”夜里，白宁冰敲响我的房门，我假装没听见。第2天准备出门，跟许浩一起去打暑假工，却被白宁冰拦住。他跟我解释：“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回事，我是被人下了药。”我笑着看向他，是被人下药，还是自己给自己下药？白宁冰眼里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我怎么可能自己给自己下药？怎么不可能？我语气讥讽白宁冰：“上辈子你不就是自己给自己下药，毁了我的清白，又让我帮你背了罪名吗？上辈子我一直以为给白宁冰下药的人是周青玉，直到我临死前，白宁冰才跟我坦白。他说：‘哥哥，我有什么办法吗？我喜欢你，我居然喜欢自己的哥哥。’我以为这样做，大妈就会答应让我嫁给你，可我没想到我爸会因此被气死。哥哥，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我不会气死自己的父亲，也不会一辈子活在愧疚中，连见自己母亲的勇气都没有。哥哥，你也有错的，所以你就该陪着我待在地狱。”说着，他又突然抱紧我：“哥哥，你不要离开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欺负你。”上辈子的白宁冰骗别人也骗自己，他甚至可以将下药的错全推给我，以此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好受一些。他一直都是个自欺欺人的胆小鬼，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对不起，白宁冰，哑声，求我原谅。上辈子是我对不起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但这次真的不是我下的药，你信我。他想伸手来拉我，被我嫌脏似的躲开，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听见白宁冰还在说：“宋培，我会跟周青玉解除婚约的，你等我。”我径直离去，不曾回头。大学快开学的时候，许浩来白家帮我搬东西，白家夫妇又恢复了从前对我的冷淡。听见我说要搬走，他们也只是反应平常的说了几句客套话。本来一切都挺顺利，却不想白宁冰提前回家了。他拦住我爸妈同意你搬走，见我点头，他却依然不肯相信。不可能的，爸妈说他们很喜欢你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你等我去问问他们。在他进屋时，我和许浩已经拿着东西离开了。出小区后又遇见了周青玉，周青玉不再像从前一样跟我们打招呼，也不再刻意讨好我和许浩。我想他原本应该是不想搭理我们的，却又不知为何突然回头叫住了我：“宋培，你之前不会真以为我是想跟你做兄弟吧？说实话，如果不是白宁冰的要求，你这种人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大概是因为他和白宁冰已经订婚。”周青玉甚至凑在我耳边告诉了我他的秘密。其实你生日那天是我给白宁冰下的药。我看了眼周青玉，打心底里觉得他跟白宁冰真是般配，他们连这么恶心人的法子都能想到的。出去以后我会跟他结婚，她可是白家唯一的女人，以后连白家都会是我。宋培，其实我也没多喜欢白宁冰了，但没办法，我爸妈太想让我娶白宁冰了。周青玉用炫耀的口吻告诉我，娶了白宁冰会有多少好处，而我始终反应平淡。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娶了白宁冰那种人会有多痛苦。与周青玉分别后，许浩突然说：“宋培，你说的对，没有人会突然变坏，也没有人会突然变好。”他感叹了一句：“还好我们都没有上榜。”4年后本科毕业，我和许浩都没有选择读研，我们开始创业。18岁生日时，白宁冰送过我一只价值不菲的腕表，那只表被我卖掉，成了我们创业的启动资金。这几年运气好，再加上前世的一些记忆，公司被我和许浩经营的风生水起。再见到白宁冰是在竞标现场，这些年我也多多少少听过他和周青玉的八卦。两人结婚后没多久就离婚了。起初周青玉是不答应离婚的，毕竟他家一直算计着吃白家的绝户，但白宁冰总有各种手段，周青玉被折磨得不轻，最后也只能妥协。竞标结束，白宁冰在停车场追上我，他手足无措，酝酿许久也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宋培。”我瞥了他一眼，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就退出竞标。白宁冰顿了下，竟真的答应。好啊，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当真。白宁冰这个人极度自私，他的对不起从来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到利益相关的当口，白宁冰比谁都清醒。我在电话里跟许浩简单说了今天竞标的情况，许浩叹了口气，白家也参与进来，那咱们是不是没希望了？我说那可不一定，白家都沦落到跟咱们这种新成立没几年的公司抢药，这只能说明白家是真的快不行了。你等着吧，这次咱们10拿9稳。他松了口气，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许浩很相信我，他永远相信我。中标公示结果如我所料，看到结果我激动的转身往外走，准备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打电话告诉许浩。结果回头就看见白冰冰站在我身后不远处，外面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我站在暖烘烘的光里，几步远的白宁冰刚好被墙壁笼罩在阴影中，他扯着嘴角跟我道谢。恭喜我嘴角的幅度放平了些，心里只觉得晦气，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怎么就碰上这么个晦气玩意儿？但白宁冰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仿佛看不见我对他的嫌疑，继续道：“你上次让我退出竞标，我回去之后就让人撤了，怎么我不耐烦的蹙眉？你是来跟我讨人情的？白总，我就那么随口一说，没那么大的本事影响您的决策吧？”白宁冰的情绪肉眼可见的开始慌张，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语无伦次的为自己辩解：“宋培，我今天过来就只是想见一见你，想跟你说说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我哼笑一声，做什么都愿意。白宁冰忙不迭的点头，对，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行啊，我轻声道，那你以后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可以吗？白子说完，我抬脚离开，走出2步，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正好看见白宁冰弓着背，颤抖着将几粒药片送进嘴里。他察觉到我的目光，急忙站直身体，将拿着药瓶的手背在身后，眼里像是看见了光一样豁然亮起。其实他没必要藏着，因为我不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也不会去管他吃的什么药，我只是对他说出了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白宁冰，其实我想说的是，希望你去死，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那就以后别出现在我眼前吧，这样我也能骗骗自己，当你是真的死了。说完，我不再停留，大厅里的玻璃上倒映着他颓废的身躯，像一坨化掉的巧克力冰淇淋。许浩跟我讨论项目时，无意中说起白氏，我才察觉自己竟然真的已经很久没见过白银，他就仿佛真的消失了一般。我不禁回想，上一次听到他的消息，还是1年前听合作伙伴的家眷说他病了，没想到抑郁症这玩意这么吓人。白家那位大小姐可算是毁了，本来白老爷子都退休了，现在又不得不出山，他女儿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就病了，整日躲在家里不肯见人。白夫人还请了道士去他家做法事呢，可不就跟鬼上身了一样，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稍微刺激一下就发病。你们是没见过，他发病可吓人了。见我愣在原地，院长伸手把我从衣柜里拉出来，我许浩拍了拍我在想什么，我笑着摇头，收回思绪，重新投入工作中。白宁冰过得好不好，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好。许浩就像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他懂我，理解我，相信我，永远支持我，我们3观一致，灵魂契合，上辈子我想要的所有东西，在这辈子都已经圆满。我时常感叹，老天真是偏爱我。